下象棋到嘴的肥肉吃不了，到底有多难受呢？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弃马局第20局。本局棋将为我们介绍非常精妙的运子技巧以及残局杀法。我们快速形成了棋局的分界点之处。红方冲边，黑方飞象，平车压马，选择进炮。我们继续看兵3进1的走法。黑方进卒吃掉，红方进车吃马。接下来黑方采取反击，冲卒吃马。红方回马窝心，黑方选择扔一个底炮。这里棋局的走法呀，我们今天也是再次延续前面视频内容的分支变化。那么接下来红方怎么走呢？选择冲兵，当然他还有主动平车占据6道线的走法，我们放到后面再讲。黑方进车过来，目的平车占据6道线，进车砍士，巧妙利用窝心马。那么前面退车吃卒变化落了一个惨败，平车占据6道线，黑方平炮，借助小卒进行一个格挡，红方是屡战屡败。本局他直接采取一个强硬的手法，我抢先退炮打你这个车，那么车闪开的话，我这个马也能够跳出来，无计可施啊。黑方走开，殊不知这步棋是正好把自己的马也给挡住了，车马炮全部受困。接下来本局黑方巧妙利用他这样一个受困的阵型，采取了一个进攻。那么现在感觉还可以炮5进1，依然打车实际上车在车8进1的话，小卒依然是在这里稳妥。当务之急，红方最大的缺陷就是这个窝心马，赶紧把马跳出来。好了，这里如何利用呢？黑方平炮，打象一将军还带抽车，而且现在他很被动。我们来看，感觉好像我可以回马呀，那你这里打不到啊。但是这里一出车的话，先手抓炮，进车一压制的话，2个马把自己的车锁住了，开局非常强大的人马被按在家里肯定是得不偿失。那么即便是你硬着头皮马7进5的话，一摆卒过来的话，这个马有可能还要丢，所以说没有办法，选择乘势避免落入后手。进炮打掉象，打着车，红方只好车9进2。那么接下来黑方加大火力，目的进车底线，平炮打象是一个闷杀。红方采取先把帅子给走出来，因为不然的话进车底线的话，将来打象你势必退车吃卒的话，还要弃车砍炮，这样的话肯定得不偿失。黑方选择乘势，红方选择跳马。当然为什么走马7进8并没有走马7进6呢？因为这里欲出贴身车的话，先手抓马，同时他这样走的话也是练开车，将来可车9平6。黑方先照头来一棒子，红方如果说平车的话，进车一砍的话，一乘势一吃，底线这个是不保，平炮立刻破局。平炮挡住，黑方选择拔高车，形成了火力输出。那么接下来红方一看，正好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缺陷，选择冲兵，回马踩着车，看起来还不错。一招平车捉双，吃炮吃马，红方使出最后的一个走法，那也只好选择勉强。现在这个车就没有好的地方可去，因为这里你来将军的话，回马又踩掉了。但是平车中路的话，这步棋就来势汹汹了。现在比如说选择防守的话，平炮挡住这个车感觉还可以，但是依然很容易被黑方所利用。那么红方干脆果断选择上马，前踩车后踩马，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要防守呢？殊不知黑方在这里直接破势入局。现在你要吃的话随便你吃，你有没有什么攻势？一旦平炮一打的话，将来双炮双车包括一个小卒已经形成5个大子，火力集结。那么在这里红方有一个潜在的走法，
马6进4，准备将来形成一个偷袭，黑方直接平炮破势。你跳马卧槽的时候，退炮就进行了一个防守。当然呢，这个走法是一个眼光招，我们点到为止。我们就看红方最为顽强的走法。当务之急，黑方这个车在中路已经形成非常强大的威胁，同时还有这个8路车将来一旦能够形成进攻的话，可以说已经是难以防守了。红方比较顽强的走法，选择平炮拦住这个车。那么好了，这里他是拦不住其他火力的输出，平炮破底式。这里又打着马，最为关键的是车占花心，逼得老帅在角落里很难受，自己的子弟又上不来。红方选择上马，心想我平炮把你这个车打走的话，暂解燃眉之急，车闪开，我上马吃炮，破掉你的连环进攻，感觉还可以。但是这里是将计就计，红方退炮一将军，弃车。那你现在来不及要么就是飞象，要么就是退炮。首先我们看，如果说象3进1的话，此时一招摆炮。现在你即便是平炮打掉车的话，重炮杀骑，这个马正好是拦住了红方帅唯一的逃生要道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他第二个顽强的走法。当黑方退炮将军的时候呢，红方还有比较顽强的退炮回来防守。此时如果说你进车吃炮的话，他平炮把你车给打掉。但是我们有杀先看杀，直接平炮打掉象，依然是再度弃车。现在你还是不敢吃平炮一打，重炮杀骑，而且你还没有其他的走法。接下来无论是红方怎么走，黑方都是一招进炮所向无敌。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车可以说到嘴的肥肉吃不了，简直急死了，而且还落了一个败局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个弃车的妙手以及弃马开局弃子得势的走法，就为大家先介绍到这里了。